解放军绝不会坐视不管，几场大演习相继开展，不管佩洛西敢不敢窜访台湾，美国都已经输了。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中美元首刚刚完成视频通话之后，台湾仍被列为佩洛西的暂定行程，这意味着这场危机仍未消除。可以说，不管拜登表示多少次不支持台独，也无法改变佩洛西试图窜访台湾的事实。而这场挑衅正因为解放军说出了绝不会坐视不管，而让美国遭遇一场外交危机。佩洛西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是如果放弃访台行程，那就得找个借口，否则美国人的脸面可就不好看了；二是强词夺理，用佩洛西的话说，即使访台也不代表美国台湾政策的改变，或台美关系将因此而迈向正常化。佩洛西曾经说过，美国政府对中国台湾的支持当然重要，但他的立场不应该被解释为支持台湾独立。但是中国大陆关心的是佩洛西会不会去，而不是他在台湾说了什么话。不管佩洛西去不去，解放军已经开始行动了。7月29日至30日，解放军在琼州海峡西部海域进行了军事演习。7月30日8点到12点，东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演习。7月30日，南海大万山岛东南海域也进行了军事演习。同日，解放军在平潭至旗屿附近水域执行了实弹射击训练任务，禁止一切船舶进入。8月2日20至3日17时，南海的雷州半岛西部海域将进行实弹训练。很多人把这些演习看成是对佩洛西的直接警告，当然这也可能是我军的例行性的演习。不过如果美国人脑子正常的话，应该听一下7月26日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的表态。他首次提到了中国军队绝对不会坐视不管。自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总共说了5次绝不会坐视不管。第二次是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第三次是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第四次是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往4次产生军事冲突之前，中国都曾经表达过绝不会坐视不管的警告。要注意，不只是国防部发言人说了绝不会坐视不管，人民日报的社论早就对佩洛西企图窜访台湾提出过绝不会坐视不管的宣誓。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已经下定了决心，已经给美方发出了一个最后的通牒。美国国防部之前宣布正在制定反应计划，美方判断任何意外失误或误判都有可能将佩洛西的人身安全置于危险之中，而美国军方必须为此做好万全的准备。有人甚至认为，美国里根号航母战斗群一路北上就是要为佩洛西访台进行护航。但是从实力的角度来看，美军在亚太的军事部署根本就不够解放军看的。一艘航母战斗群的实战部署如何敢挑衅中国的底线？如果他们一意孤行，可能最终被送去喂鱼。很显然，美国从军事层面和外交层面都没有做好应对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的准备。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佩洛西把这次事件炒作成全球性的风险事件，等于把美国的信誉放到了火上烤。如果美国执意挑起一场危机，那么其他的西方国家也会认为这是美国在挑事儿。最近澳大利亚已经有好几位政客站出来反对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了。在欧洲面临一场地缘政治危机的情况下，佩洛西如果把中国给惹翻了，几乎就成了全人类的公敌。美国一边要俄罗斯尊重乌克兰的领土主权挂在嘴上，一边却让佩洛西挑战中国的领土主权，这在道德上他已经失败了。最近中国驻联合国的副代表耿爽就给西方上了一课，在主权问题上玩双标，小心你吃不了兜着走。虽然中国现在最核心的战略利益是发展经济，
但是今天的中国并不畏惧与美国进行军事碰撞。美国可能没有注意到，中国才有权利决定这场冲突的形式、规模和时机，掌握着主动权。如果佩洛西敢来，那么很可能就走不了了。就算是走了，台湾地区当局所承受的代价也是可以预期的。当然，佩洛西也可以退缩，再找一个新的理由给自己一个台阶下。那么，美国的国际霸权地位也将因为这场舆论风暴而受损。当然，如果这么玩，还好过直接发生冲突。现在不管佩洛西是窜访还是不窜访台湾地区，美国都已经输了。不过，美国人还有机会控制损失的范围。而一旦佩洛西真的跑去了台湾，那么接下来的风暴将是美国人必须承受的，因为中国已经明确表示，美方将因此而承担一切后果，这可不是开玩笑。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